继续讲物不迁论。然则庄生之所以藏山，庄子说把船藏在山谷里面，把山藏在深泽之中，可以说很保险了。但在不知不觉中，时间已默默的迁移，而昏昧的人还丝毫没有觉察。就说你把东西藏得再好，它也会暴露在时间当中。仲尼之所以临川，孔子在河边叹道：消失的时光像河水一样日夜不停地流去。斯皆感往者之难留，这都是感叹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事物自身在时刻变化着，哪有一个不变的字体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运动呢？其曰排今而可往，圣人们怎么会认为当下的事物离开了当下的时空而去往别处呢？是以观圣人心者，不同人之所见得也，何者？因此，如果能误入圣人之见，就会不同于世人的所见所得。什么缘故呢？人则谓少壮同体，百龄一致。一般人认为，从少年到壮年是同一个躯体，活到100岁还是这个躯体。徒之年往，不觉形随。他们只知道年龄在随着时间而增长，而觉察不到人的形体随着年龄同时也在迁变。是以樊至出家，白首而归。邻人见之曰：昔人尚存乎？樊至曰：吾犹昔人，非昔人也。邻人皆愕然，非其言也。因此樊至出家，白头而归。邻人见到他，问道：你就是以前那个樊至，活着回来了吗？樊至说：我好像是当年的樊至，又不是当年的樊至。邻居听后皆感惊讶，认为他在胡言乱语。所谓有力者负之而趋，昧者不决，其思之谓愚。庄子所说的有力者，这里的有力者指时间。有力者背着天地奔驰，昏昧的人不能觉知，正如樊至的邻居们一样。物不迁论呢，就说这么多。之后的内容啊，跟之前都差不多，咱们就省略了。你看懂事物一、事物二、状态一、状态二的那个图，物不迁论你就都懂了。下面看不真空论。不真空意思就是不真就是空，万物由因缘和合而成，没有自己的独立本性，这就是不真。僧肇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：万物秩序无生。夫秩序无生者，盖是般若玄鉴之妙趣，有物之踪迹者也。诸法从根本上来说不是真的有，这是般若的微妙理趣，是宇宙万有的最高真理。自非圣明特达，何能弃神于有无之间哉？如果不具有圣人超越的智慧，怎能对有无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深刻的体会呢？是以智人通神心于无穷，穷所不能至；及耳目于视听，声色所不能至者，岂不以其及万物之自虚，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。因此圣人以超越的智慧彻见无穷，而不受任何障碍。尽管耳闻目睹，而不为声色所局限。圣人之所以如此，难道不是由于体悟了事物当体本空，所以万物才不能累其心智吗？是以圣人乘真心而理顺，则无智而不通；审一气以观化，故所欲而顺势。因此圣人用性空的智慧去关照万物，就不会有所障碍；以大道来观察万法，就不会与境界发生抵触。无智而不通，故能混杂至纯；所欲而顺势，故则触物而移。正因为无所滞碍，所以能透过复杂的现象而达到纯一的真理，不与境界发生抵触，所以能够在接触普通事物时归于大道。如此，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，不能自异，故知相非真相；相非真相故，则虽相而非相。这样万象虽有差别，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，
既然万象没有本质上的差别，故知万象不是真相。万象既不是真相，所以万象虽然存在，只不过是空无自性的假象罢了。下面一大段是点评其他宗派，就是六家七宗。僧肇点评了心无极色、本无三宗。然则物我同根，是非一气，浅为幽隐，殆非群情之所禁。事物与我是同根的，是与非是不二的。这深浅微密幽隐的境界，唯有圣人能够正知，绝非一般俗人所能通达。故亲而谈论，至于虚宗没有不同。夫以不同而视同，有何物而可同哉？故众论静坐而性莫同焉。所以最近谈论佛教空宗学说，大家经常存在着分歧。从不同的观点对待同一个问题，哪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取得一致呢？所以多种学说纷纷出现，而对问题的实质却无法取得一致。辟心无宗。何则？心无者，无心于万物，万物未尝无。具体怎么说呢？比如心无这一派，他们只是主张对于万物心应无所执着，但是没有通达万物当体即空。此德在于神境，失在于物虚。这一派的优点在于能使心神安静，错误在于没有通达万物缘起而性空。然后批极色宗。极色者，名色不自色，故虽色而非色也。主张极色的人认为事物不会自己形成，所以虽然是事物，但又不是真实的事物。夫言色者，但当色即色，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？但是正宗的般若学认为，事物就是现实存在的事物，不必非要说事物是被其他事物形成的。此执与色不自色，未领色之非色也。极色宗的人认为事物不会自己形成，而没有领会到事物自身的没有自性。极色宗这一段要是看不懂，可以重新看一下六家七宗的那一集。然后批本无宗。本无者，情上于无，多出言以宾无。本无宗就喜欢讲无，一说话就是无。故非有有即无，非无无亦无。比如般若学讲非有非无，本无宗的人怎么解释这句话呢？他们说非有就是有是无，非无就是无也是无，甭管是有还是无，最终都是无。因为在本无宗理解，无就是道啊，一切事物都是从道中来，所以他们总要谈这个无。寻夫立文之本旨者，只以非有非真有，非无非真无耳。而探寻佛经的本意呢，非有是非真有，是缘起有；非无并不是真的无，而是自性无。何必非有无此有，非无无彼无？他们何必理解成非有就是没有有，非无就是没有无呢？他们这么解释是不对的。此之好无之谈，岂为顺通事实及物之情哉？他们这种好无之谈，怎么能说是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加以理解，从而合乎事物的本性呢？下面就是正面的讲不真空的道理。夫以物物与物，则所物而可物；以物物非物，故虽物而非物。咱们看这个图，用名称来命名物，那么凡是被命名的都可以用名称来称呼它。用名称来命名于非物，那么它虽有其名而无实物可得。是以物不及名而就实，名不及物而履真。因此物不是由于它有了名就是真实有自性的，物之名也不是由于它指向了物，它就是真实的存在。然则真谛独敬于明教之外，岂曰文言之能辩哉？然不能度末，聊复错言以拟之。
然则真理乃是超越于名称概念之外的，哪里是语言文字所能说清楚的呢？但是我不能渡口缄默，姑且说几句来说明一下真理。世论之曰：摩诃衍论云，诸法亦非有相，亦非无相。是作以下的议论。大智度论说，诸法既不是实有，也不是实无。中论云，诸法不有不无者，第一真谛也。中论说，诸法既不是实有，也不是实无，这是诸法的究竟真理。寻夫不有不无者，其为涤除万物，度色视听，寂寥虚惑，然后为真谛者乎？我们探究诸法既不是实有，又不是实无的本性，难道要涤除万物，闭塞视听，把世界看成是无形无声、空空荡荡的，然后才算是体现了究竟的真理吗？诚以即物顺通，故物莫之逆；即伪即真，故性莫之异。我们要顺应事物，这样就能正确的认识事物，既不脱离假有，又不脱离真空，这样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性。性莫之异，故虽无而有；物莫之逆，故虽有而无。正确认识事物本性，所以事物虽不是实有，而又存在。正确认识事物，所以事物虽然存在，而又不是实有。虽有而无，所谓非有；虽无而有，所谓非无。事物虽然现象有，但本性无，所以是非有。事物虽然无自性，但是又存在，这就是所谓的非无。如此，则非无物也，物非真物。物非真物，故于何而可物？这样就不能说完全没有事物，只不过事物不是实在的事物罢了。事物不是实在的事物，所以可以用什么给它命名呢？就说对于一个事物，用什么名字叫它都不合适，用什么名字叫它也都可以。故经云：色之性空，非色败空。所以维摩经上说，色法的本性就是空的，不是色法败坏以后才是空的。你不需要说事物有毁灭，然后说它是空，它毁不毁灭都是空。以明夫圣人之于物也，即万物之自虚，岂待宰割以求通哉？由此可见，圣人对于事物的态度是观察体悟万物本来就是空的，哪里需要宰割分析，然后才说它是空呢？是以寝疾有不真之谈，超日有急虚之称。因此维摩经里有生病不是真病的说法，超日明三昧经里有四大登体空幻的说法。就说生病也好，四大也好，都是无自性的幻有。剩下的下次课再讲，先休息一下。